1972年，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应邀前往中国，坐着周总理的专列辗转多地，用彩色胶卷真实地拍摄出了50年前的中国。但这则影像在拍摄结束后曾被禁播30年，直到2004年才公开放映。那究竟是什么原因才会让一部影片被禁播30年？这部影片又记录了什么呢？1970年众议建交，2年过后，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受到周总理邀请来到中国，希望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纵观安东尼奥尼大师的电影代表作，从处女作《女朋友》到最后一部作品《爱神》，安东尼奥尼将意大利男人的浪漫多情体现到了极致。受邀来到中国前，他对中国的幻想是《马可·波罗游记》当中的黄金之城，是辉煌的古代宫殿，浪漫多情的西域少女，是金戈铁马的快意恩仇。他迫切地希望能亲眼见证近代中国的发展。来到北京后，安东尼奥尼接受了周总理的约见，周总理提出希望由安东尼奥尼执导拍摄一部近代中国的纪录片。因为时代的原因，作为外交团队一员的安东尼奥尼本来是不能随意外出的，但是拍摄纪录片，他却可以让他亲眼去见证自己在书中所想象的中国。他想去亲眼见证丝绸之路的繁华，领略历朝古都的雄奇壮丽。所以安东尼奥尼非常激动地接受了这个邀请。为了方便拍摄，周总理还派自己的专车载着安东尼奥尼在中国4处取景拍摄。原定的计划是从北京出发，顺延南京、杭州，一路南下，整场拍摄计划用时半年时间，但因为种种原因，拍摄时间缩短至22天。在这22天的时间里，安东尼奥尼用了3万卷彩色胶卷，亲自指导剪辑，用派旁白叙述的模式，讲述着中国的发展和变化。这部纪录片最后取名为《中国》，但谁也没想到，这部纪录片一经上映就备受争议。那为什么事情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这还要从安东尼奥尼本人的拍摄理念和中国想呈现给外国的理念说起。安东尼奥尼一开始对中国的印象是恢宏的，作为拥有着上下5000年历史的古国，中国的底蕴极其深厚。但自从清朝闭关锁国后，中国的内部发展就和外部社会有了脱节，鸦片战争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蔓延着战火。贫寒、积弱是当时中国的代名词，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管是对外外交的强硬和自信，还是原子弹给中国人民的底气，中国已经向世界宣告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但是在社会民生方面，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确实还在建立和发展。1972年是中美关系才刚刚缓和的时期，在这之前，我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经济封锁和原子弹威胁。所以这部纪录片，周总理希望安东尼奥尼可以展现中国积极向上的一面。但是安东尼在实地观察中国后，他原本想展现的中国文化和古都底蕴已经发生改变，他想将镜头对准于中国的人民，让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作为主角。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时机和立场没有选对。但安东尼奥尼却觉得这是极为真实的，他认为分为2大部分，一部分是由神话和想象构成的，一部分是真实和严谨。所以安东尼奥尼在纪录片的拍摄上抛弃了他作为意大利男人的浪漫，选用最真实的镜头感受去记录。在这部纪录片被禁播后，安东尼奥尼痛苦又无奈。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可以站在中国的立场去感受那时候中国人民对于现在能吃饱能穿暖这一事实的满足。但他充满艺术感的剪辑确实也给他被批判埋下了伏笔。这部影片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期中国基层百姓的生活，其领域包括社会、民生、文化、经济多层次多角度地对中国进行记录分析。总时长220分钟，我们单从几个场景来进行讲解。北京作为新中国的心脏，是纪录片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那时候的北京大街小巷都张贴着毛主席鼓舞人心的话语，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在安东尼的镜头下，所有人都展现着最轻松的状态。天安门广场上5星红旗在随风飘荡，不管人们在急在忙，都会在国旗下驻足。当有人发现有一群大鼻子外国人拿着摄像机在拍照，男人们都会快步离开镜头的视野，而女人则会低头躲避。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且拘谨，不同于西方男女关系的大胆，
安东尼奥尼的镜头里很少出现男女同屏的画面。这不是拘谨和酸腐，是中国千百年理乐教育的成功，是男女关系之间的平等对立和尊重。那个时期的中国人民思想是自由的，虽然封建社会的压迫和外国入侵者的炮火使这个国家和民族陷入到了长时间的沉默当中，但现在压在人民心中的大山已经被彻底搬除。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不乏出现一些双手放开自行车把骑车的人，他们享受自由，享受着这难能可贵的和平时光。自行车是那个年代生活好坏的直观体现，凤凰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永久缝纫机，这是标配的3大件。要想知道一个家庭的好坏，只需要看当家男主人的自行车好坏就可以。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北京人民或自在或拘谨地展示在镜头面前。安东尼奥尼用镜头语言将北京人民的生活记录下来，除了最基础的社会民生外，安东尼奥尼还将镜头放到了当时中国医疗科技等方面。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医疗技术水平并不像现在这么完善，在北京的各大医院当中，更多时候看病采取的是中医为主、西医为辅的治疗手段。例如给女士做剖腹产手术，可以看到那时候的医生并没有采取麻药的方式为患者止痛，他们选取的方式是针灸治疗。那个时期的医生每个人都熟知人体穴位和针灸手法。除了医疗手段以外，安东尼奥尼还将镜头汇聚在教育上。那个时期大多数时候都是分包工作的，很多住在胡同里的青年都在工厂上班，而在工厂的不远处就有的幼儿园、小学、初中。北京之后，安东尼奥尼去了河南。这一次安东尼奥尼并没有去河南的大城市，他选择去了河南的乡村当中。在这里，虽然人的精神面貌都是积极向上的，但是可以从服装还有生活水平看出，那个时期中国各地城市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在安东尼的镜头下，有故宫，有长城这些见证历史的建筑，也有老人的微笑、孩子的童真，更多的还是中国人民对于生活的坚持。这部纪录片在1973年在意大利上映，一经上映就在西方国家引发了热议。因为中西方文化水平的不同，西方的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当中有好奇的，也有对其中频繁出现的中国元素，例如皮影、针灸、太极心生向往的。当然也不乏有人利用安东尼奥尼镜头下中国人民的生活去抨击新中国，说中国落后的，毕竟当时的中国还是百废待兴，和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不能比的。这不是我国想借助这部影片对外界展现的模样，安东尼奥尼为此也备受批判。但对此安东尼奥尼只说了一句：对于中国我尊重，然后热爱。在此后的他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直到2004年，安东尼奥尼电影展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这部被封禁了将近30年岁月的影片是否上映，所有人依旧还犹豫不决。但最后相关部门一致决定上映，因为对于当时那个时代来说，这部影片所反映的确实是中国人民的穷困形象。但现在不同了，以前是我们在追赶着别人，但现在是别人要追赶我们。换句话说，以现在的角度重新观看安东尼奥尼的这部纪录片，其真实性确实是很大的亮点。这部纪录片真实地反映了上世纪70年代的生活，这是中国人民不断进步的一个标杆。对比过去，自立现在，展望未来，是我们不变的宗旨。而这部纪录片也以其真实的视角，向我们揭露了一个宏伟时代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穿越时间长河，去感受父母那一辈人的生活。安东尼奥尼将胶卷汇集在人的眼睛上，正如他所说，他拍的是人，他镜头中的主人公也是人。那时候的人民虽然穿着这单调色彩的衣服，但是他们的思想不再受到局限，笑容是透过嘴角，最后汇聚到眼中的。这是真实的。达芬奇一生都在寻找着时间的第3种光。相比于绘画的光彩，这种真实就相当于镜头语言的第3种光，让我们以史为鉴，奋勇向前。